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黑粉庭审被罚10万元，仍有键盘侠罔顾事实编造事件，指责肖战和杨紫。杨紫诉黑粉案判罚10万元，黑粉哭诉凭什么我交那么多？近日，中国庭审公开网发布一则视频。该视频是人气女星杨紫与张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线上第3次庭审内容。张某某是杨紫的黑粉，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对杨紫的种种行为进行抹黑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的相关规定，法院对被告进行罚款，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。这已经是第3次庭审。之前被告张某某还伪造公安机关的文件和印章，想要提交假证明自己身份证，手机丢失，网络账号是他人注册的，用以逃避诉讼。当张某某听到判罚10万元时，一直冷静面对摄像头的他开始慌了，急出哭腔，语无伦次：凭什么我交那么多？每次我都认为我很简单，你看我的智慧。而法官回应他的只有一句话：我希望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所作所为。当黑子要付出代价，受过刑事处罚有什么影响？黑粉张某某被判罚10万元，这个罚款是其与女星杨紫的民事诉讼判决，但他伪造证据的事实被查清，那么他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。刑事处罚有什么后果？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呢？只要是受到了刑事处罚，就会给行为人的个人档案留下案底。现在我国的法律对于案底的撤销还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也就是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只要有发生了犯罪、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都有案底，并且都是不可能消除的。受过刑事处罚的人，在以后的就职和入伍时，必须向有关单位如实汇报自己曾经受过刑事处罚，不得隐瞒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被刑事处罚过，以后找工作必须要先告诉工作单位自己有案底，这会极大的增加自己不被录用的几率，因此失去很多好的工作机会。这对个人未来的人生和生活，乃至家庭，肯定会有着不小的影响。黑肖战的人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，是公诉刑事案件。与黑粉张某某的民事诉讼不同，艺人肖战所遭受的网络暴力，其中的施暴者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，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，成为了公诉刑事案件。刑事案件不是儿戏，那些认为立案告知书只是为了吓唬小孩的观点，折射出的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漠视。国家司法机关出具的每一份文书，都建立在证据与法律的基础上，尤其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案件，会更加谨慎。无论是收钱骂人的职业黑粉，还是职业黑粉的幕后组织者，其行为不仅构成违法，而且涉嫌刑事犯罪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刑法》等条例，除了罚款，还会视犯罪情节处以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有些键盘侠说，我不是直黑，我也没收钱，我就是不喜欢肖战。不喜欢某个明星很正常，但是通过在网络上辱骂、诋毁、编造谣言来表达自己的不喜欢，这种行为已经触及违法违规。看看黑粉张某某的结果就知道了，他是个人被起诉。他在发表那些言论的时候，跟你想的一样，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只是在表达对某明星的厌恶。别把清朝的法不责众拿到21世纪来当至理名言，从而盲目的跟风去做一些发泄自己情绪的违法犯罪活动。将法不责众挂在嘴边，除了显示键盘侠的无知和侥幸心理，别无他用。如果不知道有哪些法责重的具体案件案例，请百度。私生饭跟车节目组拉车门被工作人员阻拦。近日，一档综艺节目在海南岛拍摄，有私生饭跟车节目组
并强行去拉节目组用车的车门。当时车上坐的都是工作人员，并没有明星。双方发生争执，随后报警。饭圈毒瘤私生饭历来的种种行为，作者就不在这里阐述了。一般听闻私生饭跟车事件，网络上都是谴责私生饭的疯狂和极端的正义之声。而因为网络上有传言说艺人肖战会参加这档综艺节目的录制，因此这件事就变味了，被别有用心之人人为的编造成肖战保镖打路人，在微博等平台上传播。一车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变成了肖战保镖，作者觉得稍微有脑子的人也不会信啊。先不说艺人肖战是否请了一车的保镖，就想问问，假设这一车都是保镖，为什么没在明星车上？他们自己坐一辆车，那是保护什么呢？司机吗？再说发生冲突的路人，真的是路人路过就好了吗？为什么去拉人家车门？而且还跟到酒店地库去拉车门，路人是想交个朋友？不说别的，任何陌生人跟到车库来拉作者的车门，作者也是一样要喝止并报警的。如果让作者觉得对方人多且目的不明，动物自卫也是正常反应。整个事件，艺人肖战根本没在现场，车里的人是某综艺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但是针对艺人肖战的黑子们，还是毫不犹豫的就扣上了肖战保镖打路人的标题，再一次对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诋毁和造谣。作者再一次奉劝各位黑子们，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，不要以为网络犯罪技术侦查查不到你的头上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只是转发谣言法不责众。当法律真的找上门的那天，你就不是众了，你就是担责的人。判罚下来的时候，你可能比罚了10万的张某某还慌，哭得还响，但为时已晚了。